说是真的在开玩笑。涉案算保养品吗？认真。怎么办？这真的可以吗？不行啦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企鹅有没有反应。按订阅不用钱啦。Hello， 秋，迪克，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个来宾来聊聊他们的一个月花费，因为我这主题好久没拍了，然后知道一下到底两位来宾他们的花费到底多少？那你们觉得你们花费大概多少呢？一个月？我觉得应该不会很多，因为我在吃上面很 free， free， 就是我不会觉得要花很多钱在吃上面，就吃的健康，有拿到我要的营养就好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要玩个游戏，因为不能让你们太简单。OK， 今天呢，我最近有跟迪克聊天，然后我知道他非常了解你，很可怕，就是你的生活小事。我说哈，你这个都知道，然后你今天回来他也知道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请你们两个互相猜对方一个月花多少钱。那如果超过1-2万呢，那就要惩罚。惩罚就他脱衣服，脱衣服 OK。但如果你们两个都答错的话，就要他公主抱我。好啊，好啊，我 OK 啊。问过我不 OK 吗？但是我当家。你这个嫌弃的语气是什么意思？好了，我们还是要顾一下来宾，我怕他加手骨折。什么意思？虽然我有在健身，但是我不一定能够负重。那你们两个现在拿起手机来，然后帮我写对方大概花多少钱。好，然后等下3个一起翻出来给他看。听到他说他花很少钱，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吓到，就想说你怎么会花很少钱？就照理来讲，健身的人应该是要花蛮多在饮食上面的吧？你看鸡胸肉一片就59块了，然后再买个豆浆，再买2颗蛋，午餐还要再加很多肉，晚餐要加很多肉。但讲实在的，我不是那种精壮到肌肥大的型，对，我没有吃成。他已经差不多，我大概花多少？我大概抓这样子。对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差不多啊，那就是差不多这样子。我不相信你骗人。3、2、1，对镜头，16000。16000，这次猜迪克一个月花费是16000。对啊，差不多。你们真的在开玩笑吧？16000哎！我看到也是觉得他在开玩笑吧？16000哎！不要闹了，那你呢？你们两个在开玩笑，我本来是18000。我跟你讲，我因为想，我可以写18万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他18000？因为其实他基本上一天的吃的花费大概落在200块之间。然后像他本人就是偏晚起，他可能一天只吃1餐到2餐，所以基本上大概这个 range， 然后偶尔增加一些之余的开销，所以就是200块乘以30， 6000块。再来呢，大概他的油费你抓个4000块，1万加停车费，再加他装潢费等等的，整个算一算，他再加13000。然后他偶尔会去按摩。你这样已经超过18000了吧？你刚刚一直讲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对，就是你说是真的在开玩笑。对啊，18000哎！安琪让你拖，那你多少？你好贱哦！来，请问一下迪克，你的3餐大概都花多少钱呢？我早上的话，因为一杯咖啡，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三明治、蛋饼等等的，这样算下来早餐大概是125块。然后好精哦，因为有时候是买西西里柠檬咖啡，70块，对，你也是很会花哎，早上饮料70块。可是早上一个咖啡让你自己醒脑很重要吧？然后再来我午餐大概吃150到200之间，所以再加150，然后再加。为什么要选低的？选175。200吧，就200吧。我晚上大概也是落在200之间，所以我一天525。你晚上都吃什么？晚上有时候 sukiya 或者吃那种就是乌龙面那种的，它已经接近了次的那个16000的部分了。那请问一下你的交通呢？从基隆到台北，因为我住基隆，所以我通勤是140乘以大概25。我没了，3500够啊！因为我们家是住在基隆的山上，就是叫龙门谷的山区，所以我只有搭社区巴士能到，加上有时候会睡过头等等，所以再帮我再加一些预备金，落在大概3000块之间。我跟你讲，迪克很难养。这下已经多少了？现在6500了。我觉得今天大家有好戏可以看了。房租呢？跟爸妈讲，不用缴房贷。健身房固定还是有付场馆费。World 的一个月的会费是1400多。那你一个月去几次啊？之前上班的时候，一个月只能去到1次到2次。现在呢？现在就尽量就是一个礼拜去1次到2次这样子。手机费这样加起来大概落在2000吧。为什么那么多？手机费就1000多块啦。为什么你的手机那么贵？就不用买4G 啊，我5G 啊。干嘛升级到5G？因为我工作需要啊。资管太多了。对啊，因为我就是4G 的啊。但是住海边不是住家里。5G 有个速度感不错，真的有差。它真的快很多。
为什么你的健身房这么贵啊？就蜗苣啊，全台北北区，因为我还有基隆，基隆有蜗苣，基隆有蜗苣，全基隆人来，基隆瞧不起有，蜗苣还是瞧不起鸡？瞧不起蜗苣。我们大家都漏掉 YouTube Premium 要不要费用？对，要， Spotify 要不要费用对， ？Netflix 也要费用。对，所以这些还有加 Disney。我没有，这3家都要费用。还有 Google Drive，因为我们做创作有时候哦，对，我有买1T 2T 的。对 ，Google Drive 又要再加个，好像我记得好像是90块吧。你是我们拍这系列最积极的来宾，最完整的，很努力在加。因为我就要让大家知道我真的多辛苦。那你花多少钱？帮我出1000，偶尔会很非常手贱的，就是下单了 OnlyFans，就是看一下谁的，我就想去看一下。真的吗？对，江哥哥的跟那个成功人，江哥哥最近就有干男生嘛，所以我觉得很好看，所以我就买了。他一个月就美金9点多块，我这边还有证据。10块，10块的话300而已了。这个算生活费吗？这算娱乐费，抓600块，偶尔看一下漫画，所以我的娱乐费也可以抓个1000块。就你这样算一算，基本上跟一块3万多了吧。偶尔要先帮公司一些工作先带电钱，所以基本上很快就没了。所以我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。哇，还有健身教练费，就有时候脑波弱，觉得说如果有人能带真的很好，可是又没有办法积极固定去运动，所以就觉得说一直在把钱丢到海里面。所以其实12堂课18000，一个月可以再加6000块的健身教练费。哇，衣服都没有，就我就很少买衣服，保养品没有。哦，色按算保养品吗？认真，我还有智商费跟按摩费，这样加起来大概再抓个4800吧。哇，我每个月要花2000块智商，跟花2800块去做色按。智商什么？就是心理智商，就是会把你自己心里中很多的毒素去排解出来。哇，哦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好没有赚钱呢。那你的卡费一个月大概多少钱？我没有信用卡，我怕我刷爆。你比我很可能刷爆吗？应该是可以用一些卡，然后去凑一些优惠这些。可是我很怕我刷爆，我很怕我就是看你月底。个人呢，其实你这么节俭，我有信用卡我也不会刷爆啊。可是我月底我很怕我一就没了。我真的超怕这件事情的。你只要不要分期付款的习惯就好，你就说每次都要缴，你每次看一下你的户头多少钱，感觉不敢刷了。至少我觉得这个4万块吧。还有甲板日志的录音费啊，哦，对，这些都还没算。还有你的兼职什么的。对。轮到我们的次，你觉得你自己多少？我觉得大概2万5到3万。有那么多吗？我不相信有开车的人呢。对开车啊，挺花钱。对啊，那怎么可能才2、3万呢？这是迪克都已经4万了。你知道今天那个徐乃麟说，我真的不知道年轻人没有4万块怎么在台北生活哎。好，你在基隆哎。你平常都喜欢吃什么？我都吃早餐，吃蛋饼。哦，对，然后吐司、豆浆这样。但你猜他早餐吃几点3点。我大概吃清晨5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那时候都还没睡，所以吃完然后再睡觉。那你睡到几点？可能会睡到中午，或是1点。就然后工工作再去。作这样，那跟我一模一样啊。哦，所以早餐是那时候吃，然后起来就不吃了。起来就会喝一个咖啡，然后去上班。午餐、晚餐通常就是吃1餐。都不吃了，一天就只这样而已。这样多少钱310， ？310怎么加起来的？就是他早上加现在。然后平常不会吃别的东西。我突然觉得我要检讨我自己，因为我都觉得2餐没有吃，我都把2餐变1餐，所以我都会吃比较贵的火锅。哦，有时候也会吃火锅啊。以日常来说，这边就可以抓个5000块。开车、骑车的油费、机油，开开车有需要什么保养？开车就是1年大概要保养2次，一次保养大概5000块。 5000、1万除以12。油费的话，大概1个月4000。按摩骑摩费。托车他没有按摩吧？怎么那么跳？没有按摩是他的平常的放松的那个，就是对，因为说跳舞会肌肉紧绷的对那，种。要找运动按摩。大概2次2000。啊，这么便宜，房租的话，这是我家房贷也不用。哦，水电瓦斯一个人住， 2000好了，手续费700块。合理啊！你那1000多还太夸张。但是我的5G 没有吃到饱。我以为大家现在都还在市区，因为我就是坚持只用499那。像平常会买的衣服，不一定看到喜欢就乱买。但我衣服蛮多的，我觉得好像不用到1万。他不用招到1万，因为他已经一排了，你自己看这边。对啊我懂啊，裤子、衣服加起来就3000了。我就抓个3000差不多吧。你的更衣室有3000，已经很满了，所以就不需要对，一直买。比较少买了。猫屎1个月2000。这么多，很多猫屎，因为我2只猫啊。哦，啊，停车费你刚刚算进去吗？你很厉害，你这都算进去，学费4000。这么贵？哦，我跟你讲，台北一个很贵，超难停车，好烦哦！你真的是抓漏小达人，保养品呢？保养品跟比较开价式这种的。不一定有一些是合作的，1000块差不多。啊，我们少算一个啦，固定的剪发跟他的妆发通告费，对耶，因为你剪发、妆发都要算啊。你那表情是你不要跟我爆料了，你脸呢？他只在思考说，我这样要算多少？对，因为很多6000好了。
们都好不了解彼此。对啊，你很了解，你都知道他这些事情嘛。但是我们算出来的数字稍微有些落差啦。那运动健身房就是也是合作的。合作的。重点是我发现你这花的钱算很少才38000而已，你在说谎，我觉得叫强他自己会生气。但是你看，因为他常常跟我就待在一起，他就知道我其实真的没有在。就是你还有花妆发那些一般人不会花的花费。但是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费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你有发现我们两个其实没什么娱乐吗？我们两个唯一的娱乐是打传说对决。所以38000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正常的吗？我觉得好像，因为我刚刚是估25000嘛，而且还有你有买保险，我保险有买车贷，然后自己就是健保这样，这样多少车贷？一年12000吧。这差不多4万，你跟迪克花的钱是差不多的吗？我不相信，我真的不相信真的，你自己想看，你上一集应该是那个 room tour 嘛，你就会发现我们两个其实在居住上的习惯很像，就我们没有什么休闲娱乐，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都在以工作为主。就来到我们惩罚时间，然后今天的惩罚挑战呢，考验直男哦。怎么样？有什么？同性尺度挑战，第一个啊，就是等一下你要抽签，然后抽到什么就要做什么，可以吧？第一个深情拥抱，第二个耳边说话，第三个吸吻脖子，什么鬼啦？第四个公主抱，我想要抽公主抱。再来亲亲脸颊，这最重要的哦。好，隔塑胶套嘴对嘴亲吻，这个我真的也没办法按中间那一颗。怎么办？这真的可以吗？不行啦，不要考验直男啦。我们现在测试呢，要先来看看他到底要跟谁挑战。大部分是气了啦。不闻脖子，就是闻一下那脖子那种吸吻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我要考虑他们的感觉。脖子还行吧可以，脖子还行。你是香的吗？那是香的，可以。来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我们来看一下气有没有反应。没有反应啊？什么有反应啊？我一直听他的呼吸声。你有跟男生这样过吗？没有，那你最多到怎么样？没有啦。你这是跟家庭拍的？但那个我是在知道啦。就是以前因为我去睡他那个宿舍啊，嗯，早上都会站起来，所以就是会看到。就看到 Josh 的，他看到你的，对啊，这可以剪进去吗？好精彩哦！但是我们隔内裤的。对，应该是还不错啦，你知道大学回忆喽。很棒哎！好，非常谢谢我们今天迪克还你说对吧？对，我们要重解释。而且我们老大我们今天迪克跟芝芝他的1个月花费，然后你们对于你们花费有吓到吗？就是出乎我的意料，自己原来花这么多钱。对，其实我们没有你们应该更多吧？没有，其实我们两个内心是觉得说，怎么会花到这么多？你的话我觉得比较合理，因为感觉得出来你比较节制啊。可是我没有，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在这过程中好像应该要再控制一下，不然我的薪水负担不起这些。毕竟他老实说，因为这一次出写真真的是有花比较多的成本在上面。然后你们还有冲绳拍照，要靠鹅宝们喽，希望鹅宝们多好，多支持。这边会放一个那个 QR code，你们自己去买，去支持一下我们次。小伙伴们就会遵左上角他们 IG 可以追踪，拜拜。